姐，我觉得这条饰链还挺好看的，你要不要我拿走呗？行，那你留着用吧。姐，昨天那人谁啊？一个流氓。流氓？我觉得他还挺斯文的。斯文带累呗。他是不是喜欢你啊？大半夜为个钥匙扣跑咱家来。他喜欢我，我谢谢你，兰兰，求求你饶了我吧。姐，你咋这么烦他呢？我能不烦他吗？兰兰，你知道咱们为什么从那房子里被赶到这边来住了吗？都拜他所赐。真的啊？他谁啊？这么大本事？他叫陈硕，银行那边代理律师。哦，怪不得。姐，我昨天晚上认真想了一夜，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，我就是叫老周给骗了一时鬼迷心窍。我现在决定了，我要离开老周。真的？给你鼓掌，给你赞。你真的想通了？我真想通了。太好了，那你就好好学习吧啊。那我跟老周断了，我这身上也没钱了，我就想找个工作，养活一下自己。那法律班我也薅不起了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就不想去梅老师那儿继续上课了？再回去上课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司考过了。那行，我去梅老师那儿帮你解释清楚情况。那我就给你办退学手续了。行。说真的哈。那你没找到工作之前，要不就还在我这儿干，起码有点收入。姐，我不想干小保姆了。我再怎么说也是学了好几个月法律的法律人了。我现在就想找一个跟法律有关的工作。姐，你们律所招人吗？可是你司法考试没过呀，你怎么能去应聘呢？应聘什么呀？我不一定非要当律师啊，我找个行政助理之类的岗位我也都行。你要助理吗，姐？当然。你太瞧得起我了。我这什么资格的律师啊？再说我这刚开始独立办案，然后找一助理，那让别人怎么看我呀？再说了，就我这点破工资，我拿什么养活一个行政助理啊？那姐，你法律界的朋友多，要不你帮我问问别人，看有没有人要助理啊？我们公司律师，但我也就跟秋华熟，但是秋华跟我差不多，他还得养活自己呢。陈律师呢？昨天晚上那个。姐，你不是说他是银行方面代理律师吗？那一定是很有本事的。那我要是能跟着他，就算做助理，我不也能学到东西吗？那我工作之余，我再把我法律专业课程给自修了。我等明年我就去过司考，司考一过，我就到你们律所去应聘去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主要是我现在，我得先吃上饭了，不是？陈硕这个人吧，他的专业能力倒是很强。如果去他那儿做助理，只要肯好好干，应该还是能学到不少好东西。你说他对你态度不好，他不一直都这样阴晴不定的吗？但我觉着吧，他有点欲擒故纵。喂，陈无良，罗正义，著名流氓，著名淑女。哎，你可真行哈！这都死到临头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啊？说嘛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陈无良，谢谢你关心我啊！昨儿还专门来看我，走了以后我还难过好久。这个时候能来的，那都是患难知己啊！我罗英子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我谢谢你八辈儿祖宗啊，陈无良。你也知道我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窘境，你已经把我剥夺的一无所有了。但是我这家里还有一个小阿姨要靠我养着呢，我这以后的情况养个阿姨那是实属养不起了，所以我就想起你来了。
能不能帮个忙啊？帮忙啊？可以，我乐意至极。说吧，帮什么忙？怎么？把你小保姆介绍给我当助理啊？我们家这小阿姨啊，可不是一般的阿姨，那是帮过我大忙呢。她知道我以后可能会很困难，所以呢，她就想自己养活自己。那我说给她找份工作吧，在别人那儿打工我也不放心。那昨儿你不是来了吗？我就想起你来了。哎呀，自己都快没地儿住了，还操心别人。那行吧，反正我也一直没有过助理，你让他过来吧。哟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那我一会儿就带他去找你啊。谢谢你啊，陈无良。成。你把兰兰介绍给陈硕了？啊，咱们所他又进不来，我只能介绍到陈硕那儿了呗。是你提出来要给他介绍的，还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呀？兰兰自己啊。罗阳子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这可是在玩火。不是你见过这种女人吗？啊，自己连片屋瓦都快没了，还养个小保姆呢，你说？哎呀，那我倒无所谓，我当扶贫了。我觉得他要不用这小保姆，直接开了不就得了吗？派你身边干嘛呀？甩包袱呗。不是，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。我觉得有戏。你成天给他挖坑，这回他没准自己能跳。那我也没说错呀，没人能逃过我的魔掌。你们家这兰兰可不是个简单的女孩，野心大着呢。这陈硕呢，更不是一个一般人。你把兰兰送到陈硕那儿，那不是羊入虎口吗？这陈硕他再怎么着，他也不会对一小姑娘下手啊。反正我提醒你了，你可得慎重啊，你可惹不起这兰兰。那我就再多上点心呗，多看着点他们呗。哎，我这收拾完我就撤了啊。去哪儿啊？去找陈硕呀，我要把兰兰介绍给他呀。坐这儿干嘛呀？不晒啊？上去吧。不了，我还有事儿。我来介绍一下，兰兰，本名叫我叫张世兰。兰兰，这就是陈硕陈律师，大政所著名的男律师。那兰兰就交给你了，你多跟陈律师学学，他曾经自学过法律的，就拜托给你了，你多教教他啊。姐，那你慢点啊。哎，走了啊。你稍等我一下，等会儿。我一直跟你强调这房子的事儿，你就没好好考虑一下？真打算上法庭把他给输了呀？不然呢？你给我支个招啊！方力宏不是你律师吗？我怎么那么不相信，他就甘心束手就擒？哎呦，他换水能有你多呀？你没离婚就是你老公了，反正是卷了钱就跑了，是诈骗吧？还有就是，你们两个那贷款合同，你一直说跟你没什么关系，所以什么呀？所以你建议我啊，去报案，把这案子变成刑事案，对吗？陈无良，你这人还真无良哈！帮着对方的当事人出主意来对付自己的当事人，哎，平时都这么赚钱的啊？我什么都没说啊。那就不劳烦你操心了，我愿意输。走了啊，兰就拜托你了啊，姐，走了，慢点。哎。硕哥，那咱上去呗。你叫我什么？你不是叫陈硕吗？硕哥呀。你现在是我助手，我是你老板，以后叫我陈律师，那要尊重一些。还有就是，反正在我们所上班呢，你这套衣服不是很合适，以后注意点着装吧。
哪不合适？你好，凯蒂。那进来吧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薛律师，张世兰啊，这以后也是你老板啊，我们两个的事儿你全都过来。啊。硕哥，叫我陈律师。啊，说吧。那我就坐这儿呗，我坐您对面。你是助手，你的工位是在楼下。我这不是来照顾您的吗？这办公室是我跟薛律师的啊，懂吗？我们两个还有事儿要商量，你先下去。哦。这罗英子的保姆啊，哎呦，这品味也太差，衣品有点弱，袜子也知道洗呢。我也这么觉着。哎，你说这罗英子是怎么回事啊？明摆着一开庭这房子就没了，他怎么不着急啊？心疼了，不忍心。简单啊，你退出我单独代理，代理费咱俩也不用分了。你想什么呢？他都不在乎，我跟他客气什么呀？我可提醒你啊，你要是把他房子打没了，这女的你就一辈子都追不上。我还就不信呢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不打不相识。咱俩走着瞧啊。走着瞧。喂，弟，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会胃出血呢？送医院了吗？为什么不让住啊？那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用啊？我离你600-700公里呢，你跟人大夫好好说说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先想想办法，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。啊，好。以后不管咱俩是什么关系，请你给你爸打一个电话，让他以后不要再给我们家帮任何的忙。没事儿，这都是小事。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打，要不然以后咱俩就没办法再来往了。秀华，你刚才给我打电话了？哎，是我打的。啊，你这会儿说话方便吗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什么，家里突然有点急事儿，我可能得麻烦你一下。我妈胃出血，住到咱们县里医院了，现在在走廊上，住不进病房里去。你能不能帮帮她？哎，王良。罗姐，王良，谢谢你能来啊。没事，应该的。怎么了，罗姐？是不是有温丽的消息了？没有，我也正在想办法找他。我这次找你就是想再多了解一些他之前的情况。罗姐，是这样，我知道我原来帮他也骗过你，对此我非常后悔。可我真的把我知道所有关于他的事儿都告诉你了。可你们毕竟是谈过恋爱啊。
你不可能就对他了解那么少吧？我们是谈过恋爱，可是我对他真的也不太了解。他几乎也什么都没跟我说过。那他不说，你就不问问他？我怎么可能没问过呢？那个时候，我都想跟他结婚，我问了好多，关于他家里边，他父母，我还一直想着什么时候约着他爸妈跟我爸妈一起吃个饭。他后来一直搪塞我，最后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哦，对了，一提他父母，我想起来个事儿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爸帮他报户口吗？后来我在我手机里边找到了一张他的身份证照片。哟，那太好了，你给我看看。你看，青阳人，86年的。那他还好意思管我叫姐？王良，你能把这张照片发给我吗？行，我现在发给你。谢谢。罗姐，还有个事儿，但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。你说。我记着有一次我们俩在外边，后来他来了个电话，就到旁边去接。我等他半天也没回来，我就去找他。看见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哭，还对电话里边发脾气。我听着，他应该是在跟他妈妈打电话。然后呢？我看他在那儿哭，怕他尴尬，就没叫他，然后就自己回来了。过了一会儿他也回来了，看着跟没事人一样，谈笑风生的。我在想，估摸着他也是不太想让我知道这事儿，我就没问。你就是太信任他，根本就不知道他其实就是个吸血鬼。行，王良，谢谢你啊。如果再有什么事儿，我再联系你。行，好，那我先回去上班了，罗姐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再见。青阳人，身份证上是这么写的。身份证如果没造假的话啊，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？秋华，你去过青阳吗？听说那边的面特好吃。哦，哎，忙完这一阵儿，我请你去趟青阳吧，咱吃吃面，喝喝醋，啊，全当旅游了。不用你请，我有钱。那行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你别光想着去青阳，你也想想咱们眼前这个案子。哎呀，不是都做好准备书了吗？那还有什么呀？这事儿给方力宏压力不小，连输2阵。我听到所里有些人说，他为了钱什么都不要，到了他这位置上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觉得空了你还是跟他解释一下，让他谅解。我还解释什么呀？我这该解释的我都解释了，我老解释，我累不累啊？我不解释了。兰兰，罗律、秋律，你们来了。跟陈律师学得怎么样啊？他没欺负你吧？嗨，陈律师挺照顾我的。罗正宇啊，谢谢你把张世兰介绍给我，孩子挺有眼力劲儿的，总是抢着帮我拿包。陈无良，我把我们家小阿姨介绍给你，不是给你拎包的啊，你给教她学知识。罗律师，我现在也是律师助理了，别一口一个小阿姨，小阿姨。好好好，我不对，我不对。陈无良，你不许欺负他啊！兰兰，现在咱们是打对头，我们俩就先过去了。真打算把房子给输进去？那就看你的了。你要真想这么做，我也没办法。陈律师，啊，罗律师可厉害了，你要是跟他打对头，可得小心点儿。他怎么厉害了？她发现她老公跑了，给她留了一屁股债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把她婆婆住的那套房子给卖了。她就用那些钱还了私人贷，剩了个零头，又自己买了辆小轿车。那是挺厉害。那
还是陈律师您更厉害。给老薛打个电话，看他到哪儿了。哦。判决如下：原告民商银行云阳支行对被告刘明、罗英子名下位于京北市云阳区蓝海国际 A 座 D 栋1401号房屋折价或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，享有优先受偿权。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。抱歉啊，英子。王律，已经不是我们的了，没什么抱歉的，我愿意的。被告方要不要上诉？我们商量一下再决定。好。没你的事情，越快分开越好。还有15天呢，再等等看。英子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想给他写封邮件，告诉他今天的结果，劝他回来。他是一个没什么大主意的人，如果文丽不在他身边的话，我想他也许会听我的。那你可别把文丽和孙华鼎的事告诉他。放心吧。哟，陈律师、薛律师，恭喜啊，又胜了一仗。有什么好恭喜的？反正房子的事儿呢，我嘱咐你好几次，你自己不上心，不好意思啊。不用不好意思，谁让我碰见你这种厉害又无良的律师呢？走了啊。棚子都输了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就是啊，奇怪。咖啡。哎，谢谢啊。张世兰啊，你之前说罗英子卖过房子是吧？啊。除了这事儿，还有其他事儿吗？事儿是哪方面？算了也没事儿，就是觉得他怎么这么容易就认输了。嗨，那还不是陈律师您太厉害了。那也是。哎，报。秋华，张全全，哎，英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表现真不错啊，是你的花。花干嘛呀？瞎浪费钱。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搭档罗英子，这是我老家的初中同学张全全。你好。你好，张全全。那个，这房子就这么输了？啊，没办法，也许命中注定就不是我的吧。那个秋华，我先走了啊。好，再见啊。慢点啊，改天一起吃饭啊。哎。全全，谢谢你啊。我妈住院的事儿给你添麻烦了，要没有你，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再跟我这么说，我真生气了啊！那你说了，你这以后这种家里的事儿就找我。那个有时间吗？请你吃个饭。哦，应该我请你，你帮了我这么大一忙。请我什么呀？你请我，走吧。你是一无所有了。追着阳光和土壤，自由生长。可总会有弯路，多一些脚步，黑夜只是清晨的雾。随他风沙。陆明儿，你把我的微信和 QQ 都拉黑了，邮件是我唯一能联系上你的方式。我今天给你写这封邮件，心中无悲无喜，无怨无恨，只是想把事实告诉你。我刚从法庭开庭回来，我们曾经共同的家马上就要被法院执行拍卖了，用来偿还你临走的时候从民商银行贷的1000万和利息。到此为止，你拿走的全部银行贷款
和借下的瓷人带，我都已经替你还清，而我也被你剥夺的一无所有。我今天把这事告诉你，不是要控诉你，毕竟夫妻一场，有时候想起这些事来，只是觉得心中颇多不解。多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你，我们平静地坐下来谈谈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不用，谢谢你啊。这说的啥话呀？那个什么时候再见啊？我最近挺忙的，回头再给你打电话吧。行，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哎，那个就是家里有什么事儿，还是提前跟我知会一声。回来啦，秋马，我得跟你说个事儿。说，你那个张全全，你确定要跟他发展关系了？啊，不是，那你的事儿啊，我也不该干预。啊，我就是觉得呢，你配得上更好的。你知道吗？前几天我弟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妈突然胃出血，送到县医院，结果躺在走廊上住不到病房里去。我给张全全打了个电话，不到10分钟，我妈就住进最好的病房里了。那你就因为这个，你就跟他谈恋爱了？哎呀，谈恋爱对我这种人来说太奢侈。不是，你老是把自己看特低。你说你从农村这么奋斗到京北来，这才几年时间，你就成为职业律师，然后手里还好几个大案子。你说这些事儿要都成了，你起码有10几万甚至几10万的收入吧？咱同龄人里面有几个能成为你这样的呀？你怎么就没资格了呢？那我这不是碰见你了？我运气好。我是真的没资格，我跟你是不一样的。我的钱不是给自己挣的。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努力的一件事就是不回老家，因为如果我回去了，我就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了。但我又切不断跟那儿的联系，毕竟是那个地方养育了我，我有反哺的义务。有了张全全，我就有办法了。张全全虽然不是理想的爱人，但是他是最真实可靠的爱人。对我来说，他最合适。你说这些我也都懂，哎，但是如果你真坚持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只是觉得啊，你好好看看自己，你真的配得上更好的。我知道，在你眼里谁都配不上我。没有，也有更高的，更高那种。谢谢你，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。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还是先跟他处处看吧，也许能培养出感情。哎，说。喂，罗律师，来了个当事人，点名找您和邱律师。那你让他到会客室等我们吧，我们马上过来啊。好的。哎，谢谢。秋婉说什么来着？人家案子自己找上门来了，人当事人点名找咱俩呢，快点吧。还有这事儿？那看清自己，赶紧的。哎，您好。
哎，是罗律师、邱律师吧？哎，我是罗律师，这位是邱律师。哦，哎，请问您？您好，罗律师。哎，您好，邱律师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你们俩可真年轻，不过跟我想象的一样。啊，认错。那个，您今天来是想咨询什么事儿呢？哦，我介绍一下，我姓马，我叫马丽丽。马女士您好。哎，我有一个惊天大案，想委托你们2位。哦，您说。我呢，是为我们家前夫来的。前夫？你们相信爱情吗？如果这世上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，那一定指的就是我和我们家建设。是您前夫吗？但是在我心目中，他是我这世上唯一的男人。行，他是怎么了？是我们家这个傻建设，他因为故意伤害罪，1审被判了个无期。我是想委托你们2审呢。案情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吗？如果我们2个现在还在一起，如果没离婚的话，他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。我现在呢，是个网店的店主。5年前，我是在路边摊煎饼果子的。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建设，他是做电缆生意的。1个鸡蛋吧。哎，对，好嘞。来啦，2个鸡蛋。啊，对对对。我俩就这样1来2去就好上了。来，哎，这是你的，要吧？豆浆还有吗？有啊，给你留着呢。我喜欢他厚道，他喜欢我努力。我们俩呢都结过1次婚，又都离了，谁也不嫌谁。认识不久以后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可他妈却不喜欢我，他觉得他儿子是做电缆生意的，却找了一个开路边摊的。他觉得我配不上他们家建设。妈，喝金酒。从我们结婚那天起，他就处处刁难我，逼着我跟建设分开。建设吧，又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，夹在我和他妈中间为难。我心疼建设，不想让他为难，所以我们俩结婚不到1年就分开了。可是谁成想，我们俩这一分开以后，让他闯了天大的祸。要早知道这样，就算他妈把我折磨死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他离婚的。行，那个马女士，就是这个你们婆媳之间事儿，我们了解大概差不多了。您看这许建设这案子，您能不能展开了跟我们说一说？自从我们离婚以后，建设心情就不好，经常叫一帮朋友出去喝酒。那天，他又约着一帮朋友去喝酒。我不就妞吗？就是去秦淮。等。老板，大肠4瓶啤酒。我拿。还可以。我要4瓶啤酒。嘿，这妞不错啊，哥给你拍来啊。谢谢。哎，找死啊！妹妹，陪哥喝一杯来。干嘛呀，胖子？哎，你害羞什么呀？这是啥呢？谁这么大？你知道这妞是谁吗？啊？我管你谁呢？谁拍着谁的？你哪儿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别打！你真打呀！你倒回去！说什么说？我出来吧！打不死你！别说！啊！别耍混！胖子！我气！胖子！别打过来！我干嘛呀？建设说是为了拉架才跟上去的，可是跑着跑着就剩下他跟张胖子2个人了。再后来，他们2个人说的话就都不一样了。
反正那个姓李的，最后就死在小树林里了，没有目击证人。打完架以后，建设还回家睡了一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张胖子就来找他，说那个姓李的死了。建设一听就害怕了，连夜就逃跑了。可是他没想，他跑了，张胖子没跑，他跑到公安局去自首去了，说人是建设打死的。公安局就下了通缉令。我一看才知道出了大事儿，我就到处联系建设。后来建设偷偷跟我联系，我才知道他躲到农村去了，我就给他寄了1000块钱，我劝他回来陪他去自首。可是谁成想，一审的时候就认定是建设把那个姓李的打死了。因为自首，又因为双方都有过失，所以从轻判建设一个无期。可是张胖子才判了12年。话说回来吧，我们2个都离婚了，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，一听这事儿，他妈就病倒了，我要不管他，就没人管他了。所以，就算倾家荡产，我也得把他救出来。我就是认为一审律师不给力，所以才给他判得这么重。前段时间我看了你们性骚扰和强奸那个案子，我觉得你们2个太了不起了，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。马女士，这个一审的判决您今天拿来了吗？哦，拿来了。你们如果愿意接的话，我再给你们看。哎，您这不给也没关系，我们就想看看案件事实是怎么认定的。好，那这样，马女士，您要不然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跟邱律师我们2个人商讨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好，好吧。哎，您坐一会儿啊。哎，喝点水。谢谢啊。稍等。这样打这种案子啊，才能体现咱们律师的价值。那成天打那种飞诉啊、专项，都觉得自己变成生意人了。这像是一个刚赎了房子的人说的话。你是不是不想打刑事案？也不是，我是觉得这马丽丽吧，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哎，管他呢，咱们只讲事实和证据就好了。但是咱们现在事情也不少，打这种刑事案的话，又有风险又难打。那如果案件事实真跟他说的是一致，那一审认定可能存在问题。是啊，如果只剩下张胖子和许建设2个人的话，如果没有其他证据，那就是1对1的指证。那2个人就有利害关系啊。对啊，而且更何况那姓张的那一波还抓起来判了呢。同案犯供述不能直接定案。哎，这案子有的打。秋华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也别光听他怎么说，咱们把这一审的判决书要来看看。如果真跟他说的是一致的，那咱俩就接，行不行？哎，我想打。行，你想打就打。刘记者，我们家建设这案子，麻烦您多多给宣传啊！到事成以后，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哎，好，那回头联系啊。哎，罗律师、邱律师啊，马女士，我们俩刚才就您这个这案子您接吗？嗨，您先坐。哎，是这样，主要这个材料我们也没看见，也不能光听您这一面之词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但这一审判决书我们也没看着嘛。可是我要给你们看了，你们不接怎么办呢？嗨，这我们看了也未必接。那我们不光是要对您负责，也要对我们自己的职业负责。这任何案子在没有看过材料的情况下，没有一个人敢说就能决定代理的。再者说，这判决书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事儿吧？那行吧，我还希望你们能把这案子接了。你们之前那性骚扰的案子，我觉得你们特别有正义感。马女士，这个案子我们按小时收费，总共预估50万。需要您先交30，
然后等2审开庭以后再交上剩下的20。这么高啊！你们也知道，我就是一个小网店的店主。虽然我前夫他是做电缆生意的，但是我们离婚的时候我是净身出户，我1分钱都没拿。我是一定要救建设的，哪怕倾家荡产我也去救他。我去筹钱，但是这一下拿出30万，对于我来说挺困难的。咱顺序能不能颠倒一下？我先给你们个20万，然后等2审下来以后，我再付那30万。这样，我们呢先把这个1审的判决书研究一下，然后接不接的再说吧。另外还有一件事马女士，您和许建设已经离婚了，所以就算我们接受委托，也不能是您来委托，需要他母亲来。他妈妈去世了。啊？建设这事儿一出了以后，他妈就病倒了。1个月，还是没能把老人家留住。我一想，他妈这一死，建设也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直系亲属，只能靠我了。所以我倾家荡产，我也得救他呀。哦，对了，1审判决的时候，我让律师让建设在一个空白的委托书上签了个字，你们看这个行吗？哦，这个应该行。那这些材料就先留在我们这儿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3天以后给您一个答复，你看可以吗？谢谢啊，邱律师，谢谢罗律师。我们家建设是个好人，那这命就拜托在你们俩身上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？说不好，但总体感觉还行。但是他极力渲染跟他前夫的感情，我觉得还挺抓马的。但是他想救人，应该是真的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拿那1000块钱，又劝许建设回来自首，这是实打实的。如果没有那自首情节的话，判个死缓也不是没有可能，说明这女人还是懂事理的。对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感觉，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这个女人头脑挺清楚的。你想啊，那边1审还没结束呢，她就想着给许建设提前签一个委托书。对，她刚才拿出那个委托书的时候，我都一激灵。是个聪明人。哎，还是愿意跟聪明人打交道哈。交流成本低。咱把这1审判决书研究一下。那你看啊，这上面说这个最后进到这小树林里面的只有他和张玉林这2个人。而且张玉林作证说，最后这致命的一棍子是许建设打的。这里面还有很多人的证言都说是看到棍子拿在许建设的手里。我看见了。但是这打人现场只有他们2个人。既然只有他们2个人，也就是说，许建设打死的概率有50%。大姐了。那法律不能依靠着这概率来定罪量刑吧？那你要这么说，那人许建设一开始人可没参与啊，他只是劝架。那他最后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要把人往死里打呀？反观那张玉林，一开始就是他先打人对方的。那你要说这概率的话，我觉得他的概率最大。你刚说完，法律不能根据概率来判。对呀。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庭应该穷尽一切可能调查清楚事实才行。没准真的已经穷尽了，没有办法调查清楚。而且，这张玉林的供述是否能作为这定罪量刑的依据，这是关键问题。哎，他可是同案犯，他是存在着重大利害关系的。如果真是马丽丽说的那样，他骗了许建设逃跑，然后他自己去自首，指认许建设，那他的这个证言的真实性值得考量。那起码说明许建设头脑简单。哎，我这儿查到许建设公司资料了啊。
有被执行过的记录。这估计效益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那刚才马丽丽可没说许建设公司的经济状况怎么样。看来这聪明人也不老实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这边也都关了。那儿有一个办公楼。哎，干嘛呢你们俩？啊，出去，快出去！您好，那个什么呀？出去，门在那儿。我们是律师。对，我们想来打听情况。律师？哎，这是我们的律师证。哟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我想问您一下，哎，说这个公司是出事之前关的，还是才关的？这公司出事之后才关的。本来啊，前段时间生意就不好做，这一出事儿，老板进去了，这不就关了吗？哦，这公司就靠你们老板自己一个人啊？姑娘，你不知道，这公司本来就是他自己的。之前呢，是我们老板娘帮他打理，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，俩人又闹了离婚了。这一离，得又剩他自己。那出事以后，他们没想着把这公司卖了换成钱赔偿吗？这公司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卖不了这词儿。哎，那据您所知啊，就是你们这个老板是他有钱呢就不想赔，还是就是没钱赔不了？有钱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肯定有钱。你别看现在这公司这样了啊，不行了，但是我们老板在京北好几套房，光2环内2套。他公司经营情况不好，又刚刚离了婚，我估计这个人情绪很不稳定。可是刚才那保安啊，不是说吗？说他2环里可有2套房呢，他干嘛要坚决拒绝赔偿啊？没准啊，他真没打人，所以才不认罪不赔偿。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待着待着，2帮人就打起来了。开始在里面打的，后来在这个位置打的。哦，您看看是这个人吗？啊，刘哥，你看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那天警察押人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打架那天他喝的不少。您看见了是吗？看见了，我还给他上了好几瓶酒呢。啊，一开始打架的时候他有没有参与啊？开始确实没参与，他比他们年龄都大，开始他还劝来着，后来一打起来。我怕真身上血，就赶紧躲了。后来的事儿我没看到。那出事的小树林就在这附近是吗？就那边。好。这树这么密，连个路灯都没有，这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呀？要不咱改天等晚上差不多这时间，咱们再来一趟。那也行，走吧，走。还是想接。想接，不接心里痒痒。但是一审已经判了，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，改判的可能性不大。哎，就越是这样越给接。再说了，咱手里有能抓着的地方，他证据确实薄弱呀。你说老打这个安全的官司有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接。这案子确实有难度，不过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勇气，挑战不可能。打这个官司，你们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。陶律，关键是如果我们赢不了，他这无期就蹲上了。不用想那么多，刑事案件舞台有限，但千万不能越界，尽力就好，把该挣到的钱挣到。不好意思。
喂，喂，罗律师，韩律师让你一会儿到他那儿去一趟。哦，好。你们不会还没跟他打招呼吧？这可就是你们不对了。他是刑辩部的主任，你们应该先向他汇报，再来管委会找我。赶快过去。翅膀硬了，眼里没我这个师傅了是吧？这不是来了吗？老话说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什么昧心钱你们都敢挣啊？韩主任，您这不是夫子自道吧？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们这案子还没签合同呢，您怎么着要为钱接的呀？知道这个案子有多难打吗？1审都出判决了，2审你要翻过来，万一要是输了呢？对咱们所会造成多坏的影响啊！我不觉得会给所里带来什么负面影响。1审判决了就不可为了，那国家设计2审制度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只要有2审，就有律师代理，输了官司就会给所里带来负面影响吗？说的轻巧，我是刑辩部主任，你们要是出了纰漏，还不得我这主任给你们擦屁股？万一当事人家属告我，这个合伙人得给你们负责。别光想着出风头，学学做人吧。韩主任，您是想教我们俩怎么做人是吧？那如果是这样，我觉得就免了吧。这责任是我爸，这案子能不能接？您说句话，要是不能接，给个理由。案子能接，但不一定是你们打。回去听合伙人会议的消息吧。还想截咱们的胡？手里的案子被咱们弄过来几个，这就急了。哼，瞅他那德行，哎，给谁也不能给他呀。咱要不然给玛丽去个电话，告诉他所里可能有其他人打他那案子主意。不行，这玛丽心眼太多，要是让她知道了，她还以为咱们在所里没人呢。对，你提醒对，那咱就静观其变吧。但是坚决不能让老韩子抢了，实在不行，咱就去方脸红那儿闹去。陶律师，怎么着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刑辩部主任吗？我怎么了？刑事案得先从我这儿过吧？没经过我，你就同意他们2个接案？2个初出茅庐的丫头片子，带了一条人命，万一出了事，算你的还算我的呀？不是我让他们2个向你汇报的吗？那是在你同意之后。怎么着？我的工作你来分配啊？不是，韩主任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他们事先没跟您打招呼吗？再说了，不就2个年轻人接了一个大案子吗？您说您都已经这么成功了，至于跟2个小年轻的抢饭吃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的意思就是我跟他们俩抢业务是不是？那不然呢？哎呀，你们俩先别吵了。现在啊，咱们都知道刑事案件特别难打。既然2个年轻的律师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们想接，就让他们历练一下呗。那不行，万一输了呢？我们得对当事人负责吧，不能让人家又输钱又输人。明知道赢不了的案子，趁早别接，是不是？哎，但凡韩主任接不了的案子，都不应该接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行，老韩先坐下。不这，哎呀，坐。那个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案子对于2个年轻律师来说呢，的确有点大。我个人建议，咱们派一个有经验的老律师来配合他们，带着他们打，好不好？谁合适？刑辩的案子嘛，我认为韩主任最专业。我不是跟他们抢业务，我首先得声明啊，但我是刑辩部主任，我得把这个关。对，要把关。什么？人家方律说了，这也是为咱们好。自从上次的事情以后，他一直想找个机会，帮咱们跟老韩缓和一下关系。我觉得一点都不好。
就他那种人，唯恐避之不及，还搞什么关系啊？要是不想让老韩接，也有办法。据我们了解，这个许建设虽然公司在亏损，但其实他是一个隐形富豪，家里有多处房产，光2环内就有几套。2环内那得上百万哦，那不止了，说是有一套100多平吧。那得好几百万，真有钱呀！那你跟他们开价了吗？还没，这不是等您呢吗，韩主任？一条人命啊！所以一会儿他可能要跟您详细的聊一聊。来了，马女士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韩主任。哦，您好，韩主任。马女士，你好，你好，您请坐。哎，马女士，韩主任是我们刑侦部的主任，也是老律师了。过去啊，打的这个刑事案子也是打了一大把了。但哪怕是没有变活的经验呢，那变死的经验也很多了。老律师就相当于老游医，经验非常丰富。那个罗英子，哎，你做记录。好啊。这个话糙理不糙，一审的判决我看了，二审也不是没有可辩的空间，但是也不大，所以您得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。那还辩吗？哎，当然要辩了。哎，我听小罗他们跟我介绍，您不是很爱许建设吗？但凡咱有一分希望，咱就得使出100%的力量去救他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，即使被判了死刑，咱也得请最好的医生给他去治，是不是？对对，韩主任就相当于那个最好的医生。那我们这个案子您看了吗？看了。那您打算怎么辩呢？咱先不说怎么辩，律师的时间就是金钱。在签这个代理协议之前，我应该一个字都不能说，所以咱先把代理协议签了，好吧？秋华，你把那个代理协议拿给马女士。这协议都是格式的，没什么可看的，签个名就行。120万啊？这不原来说才50万吗？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这就像你到医院去看病一样，你是挂了一个普通号啊，还是专家门诊，这能一样吗？没错，这个50万吧，那可能就是变个无期，但是这120万呢，没准这人就早就放出来了。这谁也不敢说啊，那谁来了，他都是死马当做活马医，是不是？这一审嘛，咱还好说，这二审。那需要上级法院把下级法院的审判推翻，这是难度很大的。韩律师，我还是委托罗律师和邱律师吧，我就不麻烦您这样的大神了，我跟他们俩签。别，我们俩的这个经验真的是没有人韩主任的经验丰富。但你俩打的官司我是见过的，韩律师打官司我也没看过，我就相信眼见为实。随便你了。你就不怕二审维持原判吗？您不说难度很大，死马当活马医吗？如果您要能保证二审能翻过来，我就委托您。啊，这谁也不敢保证啊。他们俩敢吗？不敢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敢说敢。对呀。那人不才要50万吗？谁叫我看了这案子以后，我是义愤填膺的。好，50万我接了。韩主任，这50万您可就亏了。不是，你们俩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？没有，主要是这个当着人，那我就说吧。就是我想问邱律师，上次韩主任那个案子多少钱钱？200。你看，
马女士，这事儿我就得跟您说一下，您可能是对我们这个律师行业不太了解。像韩主任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律师，您这样的案子怎么也给200起。对，我一般接案子都是200起步。能给您120，那真是缘分价了。您现在让他50万就接这个案子，那势必就是他别的案子就没那么上心了。吴英子，你和秋华回避一下，我跟那个马女士，我们在私下里。不用，我就委托罗律师和邱律师吧，不麻烦您了。不，马女士，这个案子我还可以给你分析分析，好几个点你们都没有看到，没有分析到，你们俩先回避一下。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跟邱律应该是回避一下。不是，您不说不签合同不谈案子吗？哎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你们先聊点，先聊点。我来把这个。不用了，我没关系，很快的。你敢不敢赌一把？赌什么呀？马丽丽用多长时间把老韩给撅回来？1小时吧。用得了这么长时间吗？20分钟。你太低估老韩的胃口了。等着吧。哎，4点20啊，现在赌100块钱呢。行。你们俩跟他签去吧。这人这么不识相啊！听我一句劝啊，你们俩也别跟他签。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人，已经离婚了还这么卖力，心里不定怎么想的呢。放着有经验的律师不用，非要用年轻的，为什么呀？觉得年轻律师好骗，是不是？韩主任，谢谢您关心哈。我个人认为，这个做律师要怕被人骗，那我就不做这行。主要我们年轻，也得什么都经历经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。发着呢，100块钱。那我就笑纳。走，签协议去。哎，晚饭啊，你请客。想得美。马女士，罗律师，马律师，邱律师，我刚才已经拒绝韩律师了，我是诚心诚意想委托你们2位的。当然，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哈。那我们呢也会拿出100%的努力，竭尽所能。当然了，这个结果呀，谁也不敢说。不过我们敢跟您保证，您再也找不着第2个比我们更努力的律师了。哎呀，这我信，这我相信。但是，罗律师、邱律师。有这么一个情况，我想跟你们说一下。上一次我不是从您这儿走吗？然后我回去就去筹钱去了。现在建设在里面，公司也垮了，家里是有些存款，但一部分存款，一审打官司的时候我用了，还剩了一部分，我也给他妈妈看病了。所以现在让我筹这50万，我真的筹不到。没事儿，这个不是一次性付清的，您先付20万就行。我知道，但是这20万我也没筹来。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你们也看到我是诚心诚意想委托你们2位，你们2位也是诚心诚意想接这个案子。您看30万行吗？我可以先付15万的，然后等2审完了以后我再付这15万，你看行不行？马女士，许建设不是还有多处房产吗？可那房子是他的，他现在人在里面，我也没办法帮他处理啊。再说了，现在卖房子不也来不及吗？您看30万行吗？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你们也是看着我不是图他钱的这个份儿上，我现在每花的1分钱都是我自己的钱。建设在外头也没有兄弟姐妹和亲人了。我再不救他，就真的没人管得了他了。马女士，是这样。好，那就30万。我们不能不挣钱做事儿，也不能全为挣钱做事儿。咱就按30万签。您先交这15万，
然后等2审结束了以后呢，再把剩下15万交清了就行了。太感谢你了，罗律师。那先走了，再见啊！再见，马律师。再见。大功告成。哼，你还真是得意忘形哈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刚才很收敛的。这怎么才估了1000呢？200平的房子，又挨着中心，1000太低了。哈，法拍房估值都不高，到时候能拍多少算多少呗，反正够还咱们贷款的。要不换一家呢？重新估一下，我估计1200得有吧。陈律师，你怎么了？估太高不好卖呀，咱们的钱拿不回来呀。也是，什么时候拍卖？啊，这个就很快了，只要对方不上诉，判决生了效，就赶快卖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陈律师，饭买好了。啊，是。哎，放。放副驾。嗯。你是不是也没吃呢？没呢，我就光想着给您买了。一会儿我转你100块钱，你拿去吃饭，吃完先回去。那要不要给您再买点什么？不用，关门。哦。1000万少了点儿吧？1000，哎，走啊，我送你回去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坐公交吧。哎，你该客气时候再客气，咱一路回去还能商量商量那个案子案情呢。这听这声儿就知道是你放的，怎么流窜到我们这儿来了？这不是你家地盘啊！哎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这样我们家地盘，我还能等你说完这句话呀？早把你腿给打断了。说干嘛来了？又想什么坏招呢？别自作多情，量诊所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律师，我一堆朋友。哦呦，你还一堆朋友？哎，你什么朋友啊？无良配无耻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你改这名，咱俩配就行了。陈硕，你找死呢吗？文英泽。这个1个星期了，不上诉啊？我上不上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别冒酷号子假是非啊！怎么能没关系呢？你不上诉的话，我怎么赚2审代理费啊？哎，我跟你往日无冤，今日无仇的，你干嘛老咬着我不放呢？看上你了。啊呸！没对手很寂寞。哎呦，你还把我当对手了？我压根儿就没把你放眼里，知道吗？行了，不贫嘴了啊！说认真的，你再不上诉的话，这判决下来，房子马上进入法拍程序。那就不劳烦您操心了。怎么着？1审挣的钱还不够你买药吃的啊？英子，要不我先走吧，咱一块儿走吧。这太事儿了。拜拜，秋绿。我还真是纳闷儿，什么样的父母能培养出这种奇女子呢？其实他提醒的对。谁啊？陈无良啊？你这一口一个无良的，人家也是好意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他能有什么好意？我严重怀疑他是看上我那套房子了。哼，来刺探情报。哎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不上诉，他肯定马上去抢我那套房子。玛丽，哎，马女士，有事儿吗？
啊，方便呀，您说吧。什么？就我自己？罗律师，来，马律师，哎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您快请坐。哎，这是给您点的，谢谢。您先喝口茶啊。马女士，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。我们会马上去见许建设的，但是在此之前呢，您需要把那第一笔的15万，要尽快的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啊。打，我正在筹着呢。罗律师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为了救我们家建设，我真的是倾家荡产，一无所有。这一审的律师费，我还是找人借的钱。但可是你说怎么办呢？我就是爱我们家建设。马女士，您的情况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了。那您的这个境遇呢，我们也非常的理解和同情。但是这个律师费啊，要是不按时交的话，这案子我们是没有办法接的。当然，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呢吗？啊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您对我们家建设的这个情况也了解差不多了。你也知道，他那几家公司啊，早就负债累累了。不过他名下有几套房，就处理一套，别说代理费了，干什么都行。可是我现在跟他都离婚了，如果没有他的委托，我是没有办法能帮他处理这些的。您看，您不正好要去见他吗？能不能让他把这个给签了？委托书，这是谁给您起草的呀？哦，一审律师。本来是他要帮我去办的，我这不是觉得一审他不给力嘛，所以二审我就不委托他了，他就没有办法去见建设。我就想说，您见的时候，能不能让建设把这给签了？哦，那这个不行，这个除非是法院和公安各方许可。哎，不，这个真的不能让法院知道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建设到现在也没认罪呢，而且也没给对方赔付。这要让法院知道我们在这卖房子，以为我们在转移财产呢。那马女士，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如果我干了这个，就属于违法违规了。罗律师，马女士，您别这样啊！您这样就为难我了。没有，我不是哭，我是哭我自己。你说我自己都想不通，我们俩本来都离婚了，我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是，他是死是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再说句不好听的，他在监狱里头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，因为他在外头都没人了，外面他有点什么事儿，他不都得找我呀？我蒙他都行，可是您说我是蒙他吗？我这是蒙他吗？我都借私人贷了，我就是为了救他。我们俩这都离婚了，我还这样对他，你说我是不是贱？我就是马女士，贱！不，您别这么说，好歹是夫妻一场。罗律师，你不知道建设还有家庭暴力。当然了，我也是火爆脾气。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真动手打我，往死了打。要不是上一次他对我动手太狠，他妈对我再不好，我也不能跟他离婚。你说我怎么就是忘不了他呢？罗律师，我知道我让您为难了，您放心，为了我们家建设，我哪怕我再去借私人贷，我也赶快把这15万凑上。我们家建设这案子我还得靠您呢。我先收着，然后拿回去研究研究。太感谢您了。您先别急着谢我，
这样，您给我发个短信吧，然后在短信上写清楚您刚才跟我表述的这些诉求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干律师的职业病。您来打字，我来口述。哦。你说，罗律师，那天留在您那儿的案件材料中，有一份委托书，希望您去见许建设的时候，可以交给他，让他签字，委托我帮他处理他的房产，好用来帮他2审。哎，好了，我给您发过去了。罗律师，您放心，只要建设在这上面签字以后，我马上就去先处理他1套房子，1套房子就够了。我到时候先把那15万给您打上，然后剩下钱我也可以去还这个私人贷了。发过去了。哎，行。不可以，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违规。您这是自我保护。那这个我就先收好了。好嘞。你疯了？这个怎么能收呢？这不是明摆着违反纪律的吗？这要当时被发现或者之后透出来，你这律师证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呀。你当时怎么想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当时就是觉得拒绝不了。这我先收起来了。走吧，看守所3点会见。秋华，你相信直觉吗？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许建设一直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相信不相信自己的当事人是清白的，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，咱俩感觉一下。我记得国外有一个律师说过一句话，律师都不喜欢清白的当事人。你说的这个我也听到过，要个清白的当事人干什么呀？如果官司输了，心里还有内疚感，不清白最好。可是如果明知道是不清白的，还要为他做清白的辩护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这个案子，他既然要求咱们为他做无罪辩护，那我还是希望他是清白的。许建设，我们是您前妻马丽丽拿着您的委托书为您聘请的律师，我叫罗英子，这位律师叫秋华。请问您同意我们做您2审的辩护律师吗？同意。那许先生，如果您没有异议的话，就在这2份委托书上签字，我们就正式成为您的辩护律师了，好吧？好。许建设，1审判决书认定您犯故意伤害罪，事实是去年8月23日晚持棍伤害李占军致死，并据此判您为无期徒刑。我们想问您一下，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？我没杀人，我甚至都没有打架，我是去拉架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许先生，您先别着急啊。您把那天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。我跟张胖子张玉林是生意上的伙伴关系，我怕他万一真出什么事儿，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，所以我就去拉架。哎，我气！胖子，别拿棍子呀！拦我干嘛呀？我一直在拉架，我怎么可能突然杀人啊？可是现场木棍上是您的血指纹。我刚才说过了，我是去拉架的，
我追过去的时候，看见张玉林正拿着棍子打人，打得很凶。我真怕他打出什么事儿，我就扑上去把棍子夺过来了。上面当然有我指纹了。再说了，这棍子上面不止我一个人的指纹，怎么就能认定是我杀的人呀？可是您的同伴都指认，从小树林里出来是您拿着棍子。什么同伴呀？那都是他的朋友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你们可以去调查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那天晚上天很黑，没有月亮，路边连个路灯都没有。他们离得那么远，谁是谁他们都看不清，怎么能指认是我杀人呀？徐先生，后来这张胖子托信儿，说人死了，警察在抓人，骗我跑了，他没跑，肯定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张玉林把他们都给收买了。我刚才跟你们说了，那些都是他的朋友，跟我不熟，肯定帮他说话呀。徐先生，您说您是去拉架的，但当时小树林那么黑，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很难界定的。如果您能积极的赔偿或者道歉的话，那一审就不会判得那么重。我没杀人，我甚至都没打架，我去拉架的，凭什么让我赔偿啊？我凭什么道歉呀？二位姑娘，我是不太懂法，但我也不傻呀。如果我道歉赔偿了，不就等于我承认我自己有罪了吗？罗律师，邱律师，马女士，哎，会见了吗？会见了。那建设签字了？马女士，这个我们真的不能帮您签，这是违反我们律师职业纪律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也知道我的困难。如果建设不卖套房的话，这官司我根本就打不起。您不到时候还去见他吗？您帮我把这个字签了吧。马女士，您的事儿我们很理解，但是短信也给您发过了，这忙我们是真帮不了您。另外，马女士，第一笔款15万，你也得尽快打到我们律所的账上，要不然我们后续的工作也没办法开展。